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志倩高老师，欢迎跟我学国际象棋。这一节的内容是单车杀王，等你来对王。先来解答一下上一节的习题。这几个习题要求都是白方先走，然后在2步棋之内将杀黑方的王。第一题，白方走的是王 F6，黑方只有走王 G8，白方后 G7 找鼻子。第二道题，白方的王走 C3，黑方的王 A2，白方的后 B2。第三道题，王 C6，黑方的王 A7，后 B7 将杀。最后一道题有点难，王 F7，黑方只有走王 H7，然后白方后 H4 将杀黑方的王。这一节单车杀王的思路与双车杀王和单后杀王基本是一样的，同样是需要把弱方的王挤到棋盘的边上或者是底线，然后进行将杀。在讲解前，咱们先来热身一下啊。我们来复习几个简单的名词。先是马步，上一节我们用后来找马步，这一次我们用王来找马步。第二个就是王跟王面对面照镜子，上一节是咱们主动去照镜子，而这一回却是等黑方来跟白方的王照镜子。只要是黑方的王一来照镜子，我们的车不管在哪里就去将它一下。有了这2个概念，问题又简单了。还是先来看黑方的王在底线最终被将杀时的模样。此时黑方的王已经被撵到了底线，如同镜子已经被挂在墙上了，所以白方走王 E6，找马步，看这是一个马步啊。黑方的王可以往左边走，也可以往右面走。他如果往左面走，看正好是我们的什么照镜子。我们刚才说了，一照镜子，白方的车就去将杀了。所以呢，黑方的王显然并不愿意往左边走，他会往右面走。然后白方的王跟住，继续保持着马步。黑方的王一到 F8，我们就可以将它，所以我们等着黑方的王过来。黑方的王赶紧往角落里接着跑，我们再上这儿来等，快来照镜子哦。黑方此时的王只好走到 G8，镜子照上了，白方的车一将杀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那我们接下来要加大难度，把黑方的王放在中心，双方的王正好是在对王，黑方的王正在照镜子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对王的时候要将军，所以白方的车过去将，他好像对黑方的王大喊一声：“别臭美啦，将你啦！”黑方的王只好往后退，他有3个格可以退，但是不管退到哪里，白方接下来都会跟他形成马步。你如果退到这儿，我白方就走到中心；如果你的王退到这儿，我当然往这面走；如果你的王退到这儿，我白方的王找马步，王 E4 马步。接下来呢，轮到了黑方走棋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，黑方的王呢，他并不愿意呢过来主动对王，因为只要一过来对王，我们就去将他，这样呢，他离底线会越来越近，所以他肯定会往边上跑。那他要是往回跑的话，我们看啊，其实他有这么几个格都可以走的。刚才说了，E6并不太好，那不管是他对到 E7、F7 或者是 G7，只要是退回到第7线，我们的车立刻呢把它控制在第7线，这时候呢就不让他再回来了。那因为黑方的王离底线近了，更容易被将杀，所以黑方的王肯定是并不愿意退回去。黑方的王会走王 G6，进行一个比较顽强的防守。那接下来白方自然就跟住了，你横我也横，时刻等着你过来照镜子。黑方的王再往边上走，
我们再上边上来等着他。黑方的王，你看只剩这3个格可以走了，那最顽强的就是走到 G6 了，因为不管是你走到 H7 还是走到 G7，我白方的车都会走 GA6，把你呢迅速的控制住。好，我们来看黑方顽强的防守，王 G6 啊，他又来照镜子啦。我们该走什么？白方的车一将，嘿，又臭美啦，照镜子啦，将你呢。黑方的王往回退，他肯定呢喜欢退到一个空间比较大的地方去。不管他退到哪儿，我们要记住上王的时候找马步哦，是哪里啦 ？G5，马步保持住。黑方的王接着跑，我们跟住，他接着往这边跑，我们马步跟住，再跑，再跟住，再跑。哎呀，快看看，注意他要干什么了？原来他要吃我们的车了。这个的时候，你的王不能够再接着跟了，你再接着跟，咱们的车就丢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的车要赶紧远离这个王，离得越远越好。但是呢，不要离开这条线。这个躲车的方法，我们在双车杀王的时候呢，曾经见到过，所以可能并不是很陌生。因为我们始终要控制住这个第6线，不能让黑方的王从这儿跑出去。黑方的王这时候走了一个王 C7， 这步棋呢，黑方应该说防守的很好。那我们现在看看，白方的王跟黑方的王已经形成了一个马步。那你如果是再去对王，那变成白方主动去照镜子了。你主动去照镜子，他的王会走开的。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？等着黑方的王主动来照镜子。那现在白方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想了一个好办法，我们对这个车说：来，休息一下，喝口水吧。当你等一招的时候，就又轮到黑方走棋了，等待着他来照镜子。黑方一定会说：不，还是躲远点吧。那我们像刚才一样，继续跟住。他在跑，跟住。当他再来照镜子的时候，哎，将，嘿，你又来照镜子啦，又臭美啦，将你呢。黑方的王有3个格可以退，我们来看，这回他退到中心的这个格。注意看呢，白方的王有2个马步，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呢？正确的是选择离车比较近的这一个，这样呢，他一会儿来对王，我们就可以迅速的将杀他了。所以他只能再往角落里跑，我们跟住。哎呀，对王来了，又来照镜子来了，将杀，白方赢了。在单车杀王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3个重点：第一，对王的时候将；第二，上王的时候上成马步；第三，再看，当对王的时候，轮到你走，让车休息一下，喝口水，等一步。这里讲到的方法比较适合于初学者，还有另外一种比较高级的杀法，叫做装盒子。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白方走车 E4， 看好，他把黑方的王牢牢的控制在这个小盒子里，所以呢，他也许往回退，这里也许往这儿跑，也许往这儿跑，不管他往哪儿跑，我们的王要跟进，然后王再跟进。看好，这个方法呢是车跟王一起协同作战，他的王再往回的时候，我们的车压住，看黑方的王，他的活动只剩这一些地方了，越来越少。等他再往这边走王，或者是再往下走王的时候，这都没有关系，白方的车继续控制住。你看他的活动又变成这个了，他的盒子变得越来越小，然后他也许是往边上走，也许是往底线走，这都没有关系。王跟住，当他的王再往回走的时候，我们继续跟住。王再往这边跑，车看到没有？控制住，他的盒子又变小了。他也许再往边上跑，
我们再次压缩住这个盒子，它的格只剩下4个了，它也许会往回跑，那我们的王跟住，再回来，再跟住，然后走过去。这个时候他过不来了，只有走到角落里，迅速将杀。当然，这种方法呢属于比较高级的方法啊，需要车跟王的协同作战啊，稍微难一点啊。当我们水平高了的时候，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了。但这种方法有的时候呢会形成无子可动，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在一开始的时候用刚才的第一种办法。这一节要家长和小朋友来一起走迷宫。在这个图形当中，只走白方的车，黑方的子儿都不动，要求白方在15步以内吃掉黑方的王。但是在吃王的过程中，不能吃掉黑方任何一个子儿，车也不许被黑方任何一个子儿攻击。我们下一节再见。